我们今天住万华的凯达大饭店。这是入住的是它的1博20吃饱饱的方案。哦，这个浴缸简直就是超小。哎，它是可以拉出来的。当天有现煎的大炒虾无限供应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啦。我们今天住万华的凯达大饭店。那一进门就是镜子啦，然后一个基本的那个放行李的或者是穿鞋的一个区域，然后开放式的衣架。那它蛮可爱的是，它还有附这个浴衣。对，那请你在这个住宿期间使用，不要带回家。进来右手边就是厕所啦，那它一样就是有这个免治马桶。好，免治马桶大家都看太多了，那我们来看看浴室吧。好，浴室呢，那它除了这个圆蒙头系列，那它事实上还有一个浴缸，但是来，你看浴缸有多大？哦，这个浴缸简直就是超小，对我成人坐进去来讲应该勉强可以。觉得对成人不是很友善。饭店是跟那个我们上次去住的去头曼里是同一个集团的，都是属于凯撒集团。那它的风格也有一点像，那基本上也是干湿分离的，所以我们另外出来这边就是洗手台，然后一些基本的备品啊、化妆品啊，然后这边有这个吹风机。那我们要来看看吹风机是什么哦。上次是 Sharp， 所以我这次我在猜，应该不会差太多。哦，好，它也是 Sharp 的，然后也是这边也是有负离子的吹风机。那它下面这边有2个篮子，让你可以放一些东西。那这边是有2个洗衣袋，这边是空的，然后基本的备品。那架子上呢，那就是2瓶水而已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迷你吧，就是咖啡跟乌龙茶，然后还有一个烧水用的热水壶，然后一个很简易的冰箱，在这。那这边就是它都不会在里面放东西的。那这边就是生活区啦。那我们是住双人床的房间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这个长椅休息沙发区。那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看电视，那这电视还蛮大的，那它有一个蛮有趣的特色哦，哎，它是可以拉出来的，哦，可以拉开耶，好像不错。而且它可以拉到蛮开的，所以你可以坐在床上，然后刚好对着电视，有没有很方便？还不错哦。而且啊，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还有预留插头。那如果想要打 Switch 的，那你就可以带着你的 Switch 来，那就不用跟你原本的这个电视去抢插头，是一个还蛮方便的地方。好，这是床啦，我要做一件事情啦，就是我要来测试我们的床铺。对啊，它好像比是偏硬的那种。但比趋糖伴侣好像是稍微软一点点，床相对的比趋糖伴侣小很多。嗯，真的小很多。因为趋糖伴侣是2张单人床合并，那这边很明显它就是一张双人床啦。对，它是一张标准的双人床，左边只有备 USB 孔，右边还有备插孔，不算太多，但是可以堪用，就是你2个人还都可以充电。这个算是靠电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记得下去要枕头，那因为它又是只有2颗枕头。真的。床后面的这个就是窗户啦。那看看我们今天是对的是哪里？那我们这边对的就是龙山寺，但是因为刚好被建筑物挡住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边边。然后那这边会看到整个大台北、西门町这一区、万华区。那不定时你还可以看到有飞机从前面起落，所以站在这里，你可以坐在这里看飞机，视野是蛮好的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啦。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，然后等我们明天早餐。等一下我们会先带你们去看看游泳池，那我们走吧，出发，我们要去看游泳池喽。重训室，现在看中训室。重训室刚刚哪里？所以它开到晚上10点是这一圈。好，我们出来了，那这边就是游泳池。游泳池。没有阳光，阳光要早上来。
那我们这次入住的是凯达饭店的399元1博20专案。这个专案里面有自助式的晚餐及早餐各2客，都是在百宴这个餐厅吃buffet，所以算是还蛮划算的。晚餐的部分，冷盘区该有的起司片、火腿片样样都没少，沙拉种类也颇是丰富。海鲜区则有螃蟹、虾子、花枝等，另外就是生鱼片区。熟食的部分也提供约10道左右的中式料理，还有炸虾、唐扬鸡等日式炸物，及西式的披萨、意大利面。最重要就是有炉烤牛肉啦。另外，当天有现煎的大炒虾无限供应，虽然每人每次只能拿2尾，但是我们排了几轮也是吃了快10只的大虾。饮料部分除了有瓶装饮料，也有现榨果汁。冰品则是莫凡比跟泰国民国冰淇淋，蛋糕点心类也是满满3柜可以选择，当季水果也是分量十足，可说是相当丰富。早餐的部分则是中西日式混合的样式，除了常见的培根、德国香肠、鸡块、薯条，也提供了几样炒青菜、炒面等中式料理及包子、馒头跟清粥小菜。另外还有现煮的蛋仔面，而蛋类的多选择性也是一大优点。饮品类除了必备的喜瑞尔玉米片，还提供咖啡、果汁、碳酸饮料跟乳酸饮料。沙拉的部分跟晚餐很像，但偶尔会跑出不一样的菜色。原本放海鲜的地方变成日式荞麦面及寿司，原来的冷盘区也多了烤面包跟松饼的部分。总之就是种类丰富啦。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凯达大饭店退房，这次入住的是它的1博20吃饱饱的方案，因为它的晚餐跟早餐其实会有部分的菜就是重复，那重复的东西感觉就是晚餐没吃完，然后早餐它可能有些有处理过，有些可能没有处理过，比如说冷盘它可能就是冰箱端上来的，对，所以你就会看到一样的东西，那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心情不美丽，对，心情不美丽的感觉。然后讲一下它的泳池跟健身房部分。那它健身房它就是分2区，一区是重训，一区是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区。那重训的那一区它只到5点而已，就是比较早结束。那有氧那边可以到9点。泳池的部分它虽然是露天，但是它不是那种无边际，然后它是比较照不到太阳的。就是夏天来的话，照不到太阳其实应该会蛮舒服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有点秋天的状态，在这个照不到太阳的情况下，其实会觉得那个泳池是有点冷。那房间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之前住过是同一个集团的趣陶曼宁，那我们是觉得说趣陶曼宁的整个房间的大小会相对舒适一点。这间反正就是因为它是狭长型，对，会觉得空间比较狭小。其他的话，硬体设施就是都差不多啦。对，还要讲一下它的浴缸实在是太小了，又短又，但是深度还算够。那除此之外，它其实室内设施应该都还算不错吧？对啊，值得一提就是它房间的灯，我觉得是算蛮明亮的，不会让你觉得住进来就很暗、很不舒服。那它房间里面就是有一个自动断电的机制，如果它侦测到你房间里面可能没有人在活动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那它就会自己断电。对啊，你就不要紧张，出去逛一圈回来说我的服务员怎么进入我房间还帮我关灯？对，没有这件事情，不要紧张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住这个凯达大饭店的心得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